在一座水下洞穴里，一把刀插进了潜水员的胸口。但诡异的是，尸体所在的位置，而是在水下54米的洞穴最深处。没有人看到他是怎么死的，没有人知道那把刀为什么会出现在他的胸口。更奇怪的是，警方最初怀疑这是一起谋杀案，可随着潜水电脑、尸检报告和现场证据逐渐公布，一个更加令人难以接受的答案浮出水面。这个男人可能不是被别人杀死的，而是自己水下结束了生命。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波加尼察湾潜水事件。波加尼察湾位于克罗地亚亚得里亚海绍尔塔岛附近，这里存在着一套相对鲜为人知的水下洞穴系统，由众多水下洞室和通道组成，它们统称为波加尼察湾洞穴。由于这里长期远离外界干扰，而且位置隐蔽难以抵达，所以很少有人真正进入其中。时间回到2002年9月10日，31岁的捷克籍潜水员米罗斯拉夫·库克利什和同伴乘船来到这里度假。库克利什拥有一定潜水经验，当天白天他独自下井时发现了一个水下洞穴，洞穴入口位于水面下约9米，里面逐渐分成浅洞厅和深洞厅。真正危险的是洞穴底部覆盖着大量细小淤泥，一旦淤泥被搅起，水下能见度就会迅速下降，甚至接近完全看不见。白天第一次进入后，库克利什最终安全返回水面，但到了晚上，他又提出要再次进入洞穴，这一次是夜间潜水。晚上9点15分左右，库克利什幸存。后来警方和法医对他的潜水电脑进行分析时发现，这台设备完整记录了他最后一次潜水的过程，这份记录成为整个案件最重要的证据之一。潜水过程中，库克利什曾经到达超过50米的深度，随后他在返回途中错过了出口，他没有回到水面，而是进入了浅洞厅。在接下来的大约40分钟里，他一直在洞穴内部寻找出路。对于洞穴潜水来说，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情况，因为普通潜水员迷路后还可以直接上浮，但洞穴潜水员必须找到原路返回。而此时库克利什面对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空气正在不断减少。当天晚上10点30分左右，其他潜水员陆续回到了船上，但库克利什没有出现。同伴立即意识到事情不对，于是再次下水寻找。他们在洞穴中搜索了近1个小时，却没有找到他。晚上11点41分左右，搜索人员返回船上。凌晨12点15分，警方接到报警。第二天早晨，克罗地亚警方派出专业潜水员进入洞穴搜寻，但救援行动很快发生了新的悲剧。其中一名警察潜水员在洞穴内部与同伴失去联系，最终没有返回水面。另一名潜水员虽然成功逃出洞穴，却因为上升过快出现严重减压问题。随后更多救援人员加入搜寻，最终2具尸体都在洞穴中被发现，其中1具属于失踪的警察潜水员，另1具则是库克利什。他的尸体位于洞穴深处，水深约54米，而最令人震惊的是，他的胸口插着一把潜水刀。最初警方自然怀疑这是一场谋杀，因为从现场看，一个潜水员死在深达几十米的水下洞穴里，胸口还有致命刀伤，这怎么看都不像普通事故。警方开始调查船上的人员，船上还发现了一处疑似血迹的红色痕迹，一度有人怀疑库克利什可能是在船上遇害，然后尸体被带进洞穴，甚至有人员因此受到警方调查。但随着法医调查深入，这个案件开始出现完全不同的方向。调查人员检查了所有潜水装备，没有发现明显人为破坏，潜水电脑也没有异常，尤其是库克利什自己的潜水电脑记录下了他最后一次潜水的完整轨迹。研究人员根据这些数据重新还原了他的行动路线，结果显示他很可能是在从深处返回时错过出口，随后在浅洞厅中迷失。大约40分钟后，他又重新进入深洞厅，而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空气供应已经严重不足。根据法医学研究人员对潜水过程的计算，他很可能在潜水过程中已经耗尽空气。与此同时，尸检也给出了关键证据，他的死亡是由刀刺伤和溺水共同造成的。这意味着刀伤并没有让他立即死亡，他之后仍然吸入了大量海水。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不是别人杀了他，那把刀为什么会插在他的胸口？调查人员提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接受却与现有证据更加吻合的解释。库克利什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被困在洞穴里，空气正在耗尽，出口却迟迟找不到。在极度恐慌之中，他可能认为自己即将不可避免地溺水死亡。最终他拿出了自己的潜水刀，刺向了自己的胸口。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为了杀死别人，而可能是为了结束自己即将面对的溺水过程。这个结论并不是单纯依靠猜测，研究人员综合分析了他的潜水电脑记录、洞穴结构、尸检结果以及现场物证，他们发现其他关于谋杀的假设都存在难以解释的问题。例如，如果有人在船上杀害库克利什，再把尸体带进洞穴，那么潜水电脑的数据和尸体的潜水痕迹
很难与这种说法吻合。而且，警方后来对船上疑似血迹的检测结果显示，那并不是血，而是红色油漆。最终，2003年发表的法医学研究认为，这起案件最符合的解释是库克利什在空气即将耗尽、无法找到出口的情况下实施了自杀行为。